就在这2天啊，欧洲那边可是出了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啊！虽然没有听见这个导弹嗖嗖乱飞的动静，也没有看见这个蘑菇云腾空而起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它比炸弹响动还大。咋回事呢？北约里面那6个国家又开始作妖了。咱们说说啊，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波罗的海3傻，再加上这个芬兰、波兰，还有那个正在挨揍的乌克兰。这6个兄弟啊，那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联手把那个渥太华禁雷公约给撕了个粉碎。当年被他们吹的是天花乱坠啊，说是代表了人类文明之光，为了保护老百姓腿脚的禁雷公约。你说说啊，当年是谁站在道德高地上指着咱们鼻子骂，说用地雷那就是野蛮人，就是反人类，就是这帮人啊。结果呢，这脸打的呀啪啪啪响哦。这个前脚呢，刚把这个退约声明往这桌子上一摔，后脚这帮人啊，就跟那饿狼似的啊，扛着铁锹，抱着地雷啊，呼啦啦的全冲到俄罗斯边境线上了。你猜怎么着？他们要在这一条线上啊，挖一条长达2150英里的地雷带。2150英里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是从咱们北京一路铺到海南岛，还得拐弯啊！我的老天爷啊！这哪是什么简单的军事部署啊，这是要把欧洲大陆变成地雷村啊！今天啊，咱们就来扒开这层皮，好好聊聊这帮平时满嘴仁义道德的欧洲老爷们儿是怎么在一夜之间为了保命活成了他们曾经最看不起的野蛮人。那首先呀，咱得把这个时钟往回拨一拨。这个渥太华禁雷公约那是20多年前啊，也就是1997年签的。那个时候是个什么光景呢？冷战刚结束啊，苏联解体了，这帮西方国家就觉得，哎呦，天下太平了呀，再也没有大流氓能威胁咱们了，咱们得讲究讲究，得搞点人道主义。那个时候，谁要是敢提反人员地雷，那得被西方媒体唾沫星子给淹死呀。他们说啊，这个地雷这玩意儿太缺德了，炸不死人，专炸人腿，这是魔鬼的武器。结果呢？这才过去了25年，1/4个世纪啊，这个公约就成了一张擦屁股纸。这次退约吧，你以为是大家商量好的？不，这叫恐慌性抛售。波兰那是带头大哥啊，早在今年的3月份啊，议会全票通过，退不玩了。那个架势啊，跟欠了高利贷跑路似的。紧接着，波罗的海3傻一看大哥跑了呀，立马跟上，我们也退啊，这文明人的游戏啊，我们玩不起了。再看这个芬兰和乌克兰啊，那是连滚带爬的往这个退约群里挤啊。等到了12月27号，这个事儿板上钉钉了。这6个国家就像发了疯似的土拨鼠呀，开始在自家门口啊疯狂的打洞埋雷啊。波兰这回啊是真急眼了，宣布要自己造100万枚地雷，100万枚啊，哥们儿，这是准把边境线每一寸土都翻一遍啊。立陶宛那更是砸锅卖铁啊，掏出了5000万欧元买反坦克地雷。那芬兰呢，要在13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一边修墙一边种雷。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小命不保的焦虑面前啊，什么条约精神啊，什么国际信誉啊，什么人道主义啊，那连个屁都不是啊。当他们觉得老毛子的坦克引擎声啊，在这个耳朵边嗡嗡响的时候，当他们晚上做梦都是普京骑着熊冲过来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发现，哎呦喂，手里面那本厚厚的国际法，它挡不住穿甲弹呀，它连个板砖都不如啊。这就好比说吧，平时大家都是体面人啊，西装革履的，那突然有一天门口来了个拿开山刀的强盗，这个体面人咋办呢？他还能念诗吗？他能讲法律吗？他直接把领带一扯啊，抄起地上的板砖就往上呼啊。那现在这个地雷呢，就是这块板砖。这6个国家现在的心理状态就是啊，别跟我谈文明啊，老子命都快没了呀，只要能挡住你啊，我往地里面埋原子弹我都敢。接下来呢，咱们得算一笔经济账啊。你可能要问了，现在的武器多先进啊，又是无人机又是导弹的，这帮欧洲国家怎么越活越抽抽了，玩起地雷这种土掉渣的玩意儿了？这你就不懂了啊。现在的战争啊，那是烧钱的艺术啊，那是碎钞机啊。你看那一枚爱国的防空导弹啊，几百万美元啊，这一辆德国造的豹2坦克上千万美元。就这种仗，你让波兰、立陶宛这帮小国家打个1年半载，裤衩子都得当了呀，国家财政直接破产。但是地雷呢？嘿，这就显示出它的好了啊！
1枚反人员地雷呢，造价多少？不到30美元。那30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在欧洲吧，也就是2个人吃顿便饭。但是你可别小看这30美元，这个玩意儿往这个土里面一埋，那是神不知鬼不觉。它能干什么呢？它能把一个全副武装、训练了好几年的特种兵直接给炸残了。那这一费呢，还得2、3个战友给他抬下去，还得占后方的床位啦、医生啦、血浆啦。这一颗30美元的地雷啊，能消耗掉你很多的资源哦。再比如反坦克地雷啊，几百块钱一个，那一辆上千万美元的坦克，咔嚓压下去，履带断了，这钢铁怪兽瞬间就变成一堆趴窝的废铁，成了活靶子呀。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不对称战争的极致，这就是战争界的拼多多呀，性价比之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东欧这帮国家这么疯狂啊。他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跟着俄罗斯玩装甲洪流对创，玩不起哦。跟俄罗斯比导弹数量，那更是找死。但是花点小钱买他个几百万枚地雷，跟撒胡椒面似的呀，把这个边境线铺满，这个事儿他们干得起啊。特别是看着俄军那种耕地式布雷啊，几分钟就能用火箭炮种出一片雷去啊，那个效率啊，跟咱们东北插秧似的呀。东欧这帮国家那看是心惊胆战，也是彻底看开了啊。他们现在逻辑就是哪怕这个玩意儿它不人道啊，只要能挡住俄罗斯的坦克，哪怕1个小时，这个买卖就划算。这就叫死道友不死贫道啊，不对，这叫为了不死贫道，先把路给堵死。这6个国家这么一搞吧，北约那个大饭桌上可就热闹了啊。那现在呢，坐在这个门口看大门那几位啊，波兰、波罗的海3傻、芬兰，那是直接掀桌子了，也不管吃相了，拿着这个铁锹就在这个家门口挖坑啊。他们就属于什么前线派，现在状态是歇斯底里啊，高举自卫权的大旗，谁拦着就跟谁急。但是你往里面看，在这个屋里面喝咖啡那几位老牌贵族法国、德国那个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马克龙和舒尔茨呢，这俩西欧的大管家心里面那个苦他们讲究的是理性防御，讲究是体面啊。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彻底撕破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俄罗斯远呀，这地雷又没有埋在柏林的大街上，又没有埋在巴黎的大道上。他们担心的是哎呦喂，你们这帮乡下亲戚要把这个边境彻底给封死了，甚至搞成无人区了，咱们以后还怎么跟着俄罗斯做生意啊？怎么买这个天然气呢？怎么谈缓和呀？您这不是逼着俄罗斯拼命吗？我想利用你们当看门狗，但是我不想你们真的把这个狼给招进来咬我呀。再看那个坐在这个主位上的美国老头啊，这就更有意思啦。这个老头呢，一边喊着你们欧洲人得自己多出钱啊，别老想着占我便宜，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一边呢，看到波兰把这个军费提到 GDP 的5%，还买了大量的地雷，他在那儿拍手叫好。对，就得这么干。为什么呢？你细品呀，波兰买的那些装备很多是谁家的？美国的呀。波兰这么搞呢，美国军火上那是赚的盆满钵满呀，数钱数的手抽筋啊。而且这个美国人心里那个算盘打是噼里啪啦响。这个地雷埋在这个欧洲，死的是东欧人，乱的是欧洲大陆，资本都吓得往美国跑。我哥这个大西洋呢，正好坐山观虎斗，看着你们互相放血，我这个霸主地位不就更稳了吗？所以这哪是什么北约团结啊，这就是一场各怀鬼胎的内斗。西欧的态度很明显你愿意不雷可以但是别拉我下水别让我出钱，将来出了人道主义灾难别指望着我能替你们背这黑锅。面对东欧这2150英里的地雷长城，你猜这个俄罗斯是什么反应呢？普京那是出了名的人狠话不多呀。你说你要封我的路，行，那我就把这个路连着你家房子一块给炸平。俄罗斯那边的反应是相当的直接西部2025大演习，听着这名字就带着杀气已经拉开帷幕了。这不仅仅是秀肌肉这在拿着大喇叭告诉东欧那几个国家，你们这帮小兔崽子以为挖点坑埋点雷就能挡住钢铁洪流，简直是幼稚，简直是可笑。你看加里宁格勒那边正在升级反介入体系俄罗斯西部军区的地雷库存也在疯狂的扩大。普京很清楚这是一场死亡对赌东欧国家赌的是呢，我埋了雷，你就不敢进来，或者说你进来呢，得付出把你疼死的代价。那俄罗斯赌的是你敢埋雷封锁我，我就敢升级冲突，甚至动用你根本无法承受的力量，直接把你从地图上抹掉。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这场博弈里误判的概率那是直线飙升啊！这片雷区一旦铺开那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上面插满了引信。你想万一有一只迷路的小鹿或者是一头野猪不小心踩响了地雷，轰的一声，在那紧绷的神经下，边境线两边的士兵会不会以为是对方开火了？那第一声爆炸之后，紧接着会不会就是个炮火覆盖？再然后会不会直接就是导弹互射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这是真的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呀！东欧六国这次退约实际上是把欧洲的安全门槛直接给锯断了。这就是把双刃剑它可能绊倒敌人，也可能直接割破自己的喉咙。那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所谓的西方智库专家出来洗地说什么哎呀，大家别怕我们要搞这个智能地雷、自毁型地雷，建立详细的布雷数据库。那还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我们只在这个非居民区布雷，不会伤到老百姓的。哎呦妈呀，我听了这话我真的想笑这帮人的虚伪各位，真打起仗来那是杀红了眼谁还管你是不是居民区？谁还有空去查这个数据库谁还记得那个自毁开关灵不灵地雷这个玩意儿一旦埋下去它就是个没长眼睛没长心的冷血杀手它不分你是什么俄军的 T90 坦克还是自己家农民伯伯的拖拉机它不分你是入侵的特种兵，还是在那个草地里追蝴蝶的孩子，谁踩谁死呀，众生平等这些所谓的技术妥协，不过是这帮退约国家为了让自己那点可怜的良心好过一点找的借口罢了。说什么排雷技术进步啦，有 AI 机器人，有卫星识别，得了吧！柬埔寨的教训就在那摆着呢。当年的地雷战打的是爽，结果呢，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有人下地干活被炸断了腿。这就是埋雷只需几分钟，排雷需要几代人。这片欧洲大陆一旦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种下这几百万枚地雷，那长出来的果实只能是鲜血和残肢，是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这场风暴不只是俄罗斯的噩梦更是整个欧洲的长夜。它标志着欧洲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软实力天天挂在嘴边的规则意识人道底线在彻底的地缘政治面前彻底崩塌了大家都不装了，都摊牌了这个世界呢，回到了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全球安全秩序的基石不再是你讲不讲理，而是谁的雷多，谁的拳头硬，谁更不要命。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就是真实的世界，比电视剧狗血多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